解放明，虚无缥缈的招式再多，终究不过是花招而已。假的就是假的，终究不是事实。你处心积虑这么多年，不就是想要知道当年锦绣坊的真相是为何？可惜啊，你终究是杀错了人，找错了报仇的对象，被人利用却不自知。编树立绳上吧，想要骗犯人开口，这一招可不算新呢。既然你们都想知道，那我便告诉你们真相。陈守杰和他的夫人陈氏，就是当年的始作俑者。近来的一切皆是我一人所为，是为那冤死的锦绣坊10几条人命报仇雪恨。你为何如此笃定？自己所知道的便是全部真相。陈氏原本也是锦绣坊的绣娘，陈守杰为包庇她，便利用查案之便抹去了她的出身，擅自篡改旁人口供。当年，孔先荣送夏衣志士去长公主府交接前，曾亲自过目，在拿去与绣娘们核对后才封存，所以只可能是在接触绣娘的过程中被调了包。事发后，锦绣坊所有人都在羁押审讯，可唯独他陈氏成了漏网之鱼。在我发现事情之后，便去找陈守杰试探。守杰兄，可还记得此物？锦绣坊，不能提，护命！我错了，我们错了，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冤有头债有主，你们千万不要找我们索命啊！夫人，什么都不能说。就因此，你便认定陈守杰就是凶手？知道那些人为何会如此惧怕这些幻象吗？是因为他们知道锦绣坊多人含冤而死，怕他们化身厉鬼来报复，他们的心中有愧。这世上本无鬼神，若真是有鬼，那只在人的心中。若你心怀坦荡，又何须惧怕那些鬼怪上门？沈大人果然正直，但不是所有人都如大人所说的那一般。有些人，即便是办了亏心事，也会装出一副好人的模样，混在人群之中，让你我无法辨别是非。所以，你便杀了陈氏？没错，他该死，他就是那个罪魁祸首，他就是那个调换了夏衣志士图样的凶手。锦绣坊还是来了，有什么要说的？该还了。我杀了他，不过是告慰吴兄的在天之灵，这有何错？即便是罪恶不赦之人，也得由朝廷律法来制裁。你有冤屈可以申冤，可以翻案，但你私自杀人就是不对。说的轻巧，申冤、翻案，这么多年过去了，谁人不知锦绣坊是冤案？但又有谁肯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呢？不说别人，就说你，身居要职，高高在上，深得太皇太后信赖，任凭这桩案子埋没这么多年，都不曾站出。既如此，不如我亲手解决了他们才好。所以你杀掉陈氏后，故意留下受刺激失了智的陈守杰，不是念及旧情留了活口，而是想要活着折磨他，对不对？没错，陈氏是罪魁祸首，固然该死。陈守杰，我不杀他，不是因为不想，他包庇凶手，难辞其咎，杀了他，岂不是太便宜他了？我突然想到，何不用另外一种方法将他折磨致死，
好让他深深体会在冤案之中失去亲人和挚友那种无助而又绝望的感觉。千荣兄，我总算为你们主持了正义。他们这些人，就该永生永世不能转世轮回。可如今，他已疯疯癫癫，而你们还是愿意相信他是无罪的。你们根本就不愿意相信锦绣坊是冤案的事实，所以你们也有罪。你们都该为此付出代价。什么火火火！这是在陈守节府上找到的，属于锦绣坊的布料。倘若他们真的就是你口中说的始作俑者，那又为何会小心翼翼地保存着，时刻提醒他们犯下罪过的东西？这不可能。也许对当年的事感到无助和痛苦的，不只有你。我是绝对不会错的。也许你只想要复仇，却没有发现，陈氏到死，妄想的都是房梁上那个藏着布条的暗格。也许他想要开口说，但他却再也没有机会。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把真相隐瞒这么多年，我怕死，为了保全一家人，竟害了那么多人，是我该死啊！终究纸里包不住火，真相就要袒露于世人面前了。寇兄，我对不起你。是我贪生怕死，才会被人胁迫草草结案。想不到，竟想不到，被人胁迫，究竟被谁所迫？你快说呀！你现在认错有什么用？那么多人被冤枉致死，那么多冤魂无法得到安息。你身为父母官，惧怕真凶将真相掩盖。就算你现在认错，但那些人还能活着回来吗？到底是被谁所迫？是我啊！真皇啊！真皇啊！是我，是我！又是陈火娥！不可能，我没杀错人。陈氏就是凶手，他不会骗我的。那你又是受何人指使，引严姓去明胜观？我真被利用了，我真的被利用了。诸生笑，飞蛾扑火，但不知。身为蜉蝣，朝生暮死，不入轮回；飞蛾厉火不死，轮回重生。季凤鸣，你醒醒吧！孔仙荣到死前都在喊冤，他想要的是一个清白，一个真相，而你被仇恨蒙蔽了双眼，被他人利用滥杀无辜，这和当年陷害锦绣坊的人有什么区别？如今证据确凿。你还在这妖言惑众！山大哥烈，你不想知道，
臣或俄死而复生。告诉我锦绣坊冤案涉案的其他凶手吧。真凶就是鹰王殿下。是鹰王殿下，他嫉贤妒能，对汝宁长公主早有不满，便利用锦绣坊来陷害他有忤逆之罪。你给我闭嘴！不止鹰王殿下，还有贤王殿下，他也不敢屈居鹰王之下，为了掌权夺势，铲除异己。还有太皇太后，他们都是凶手。你们每个人都是凶手。你诬陷皇族，诽谤太皇太后，无非就是想借此一闹，重审锦绣坊旧案。沈大哥令，兹事体大，兹事体大！旧案重审，牵扯甚广，切莫惹麻烦上身呐！这个疯子的风言风语，且当没有听见，没有听见！吴大人，你这个狗官！我季方明没疯，我季方明现在清醒得很，句句出自肺腑。不知沈大阁令敢不敢将我所言一字不落的呈报太皇太后？你还真是怕自己死得不够早啊！若用我一命能继位那些亡魂的在天之灵，值了。既然如此，我便如你所愿。今日之事，我会如实禀报给太皇太后。来忠诚，你觉得呢？沈大阁令是主审，我御茶司不过是来旁听陈氏被杀案罢了。内卫府如何裁断，大阁领定夺便是。一个事不关己，一个老奸巨猾，个个都把自己摘得干净。季方明替锦绣坊冤死的百姓谢过沈大人。哎呀，今日算是见识了刑部严书吏的聪颖与胆识。不知可有兴趣来我御茶司共事？来某正缺少像你这样的得力之人。吴大人不会这么小气，抓着人才不放手吧？来容人说笑了。严信他虽说是我刑部的人，可他更是内卫府大阁领的夫人呀。来忠诚，不会是想要当着我的面带走我的人吧？大阁领这话说的，看来是来某唐突欠考虑了。我只不过是想拉拢些人才于自己门下，大阁领未免多虑了。多虑？这么多年，来忠诚反咬人一口的能力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官场之事，本应无关家事。以沈大阁领的行事作风，怕是严书吏整日跟你待在一块破案，那日子也不会好过。再说了，良禽择木，选贤任能，有大好的前程，大阁领也别阻止人家呀。我在这棵树上待得还挺好的。我这人吧，好吃懒做，一时还不太想换地方。有劳来大人，您费心了。唉，既然如此，那我就拭目以待，瞧瞧你选的这棵树能有多好。
人们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吴大人，你怎么看？这个下官愚钝，情情爱爱的，参不透，参不透。好一句情情爱爱，有意思。姿势体大，姿势体大，旧案重审，牵扯甚广，切莫惹麻烦上身呐。内卫府如何裁断，大革领定夺便是。想什么呢？这么出神。我好累啊，我得去好好歇息一下了。有什么不妥吗？云雀似乎对这次的审讯格外在意。锦绣坊旧案，他本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如今，他终于按捺不住了。所以，你故意留他在府中，就是为了知道他的出现究竟是巧合，还是有人在后面推波助澜？景林去查过他，他对此事确实知道的不多。不过什么？不过他的父母当年与锦绣坊倒是有颇多生意往来，但是未受牵连。如果是为了自保藏匿了证据，那为什么在陈火娥出现之后，又偷了证据前来申冤？不觉得太巧合了吗？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找他们问清楚呢？时机未到，而且想让他们活着作证，恐怕也非易事。我们在明，别人在暗，这事儿就交给我来处理吧。只是锦绣坊旧案牵连颇广，就连吴泰明和来罗之都急于撇清干系，看来事情的真相远超于我的预料之外，可能还会更深。没想到天不怕地不怕的颜六娘也会有怕的时候。长乐曲由特仑苏冠名播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你当真要将季风明那些离经叛道之话一并呈报吗？锦绣坊一案，我许了别人，要亲自查清楚。别人？不会是汝宁长公主？不知者无畏，知而深深畏。我算是明白了你我之间的差距。你早就料到了有今日，却还是如此泰然自若。这一切可不像是你平时说的话。你平时要是听到冤假错案，早就跳起来去查了，谁也拦不住。那是当然，有冤必伸，不平则鸣，才不愧视为父母官，不愧拿朝廷的俸禄。可是，我也知道，想要重启锦绣坊案意味着什么。仅凭季方明几句话，恐怕长进了。当年的冤案轰动一时，让不少百姓都留下了阴影。如今旧案重审，势必会让以前的阴影再次笼罩，到时候谁都无法避免的。没错。他们想要利用季方明，让锦绣坊旧案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猜疑皇室，让人心动荡。季方明最后也应该明白了，自己是被利用的，但他别无选择。可怜呐，也可悲。你对锦绣坊的案子有几成把握？
所以我才担心的。此案过去了多年，你贸然向太皇太后提起，太皇太后不答应重审是其一，万一她迁怒于你的话，应该……所以从刑部出来之后，一路忧心忡忡，是在担心我。我才没有担心你呢，我是怕你牵连到我。再怎么说，我现在是有沈府夫人的身份在身上的，还有这一院子的人，上上下下的，我不都得考虑到啊？每个人的立场都很艰难，受冤之人想要重审旧案，而太皇太后想要的，只是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那你怎么办？不用担心我，这件事有夫君在呢。我都说了，我没有担心你。那家里这就交给夫人你了。既然你知道他是麻烦，为何还继续留在府内？他身上说不定还有重要证据。这就是你的解释吗？白无常果真是冷酷无情，就会给人添麻烦。那个景莲，你继续去盯着云雀，若是有机会的话，你再看看他对锦绣芳的案子是否还有隐瞒。是。你帮我去接个人。啊？不是叫你去贞洁，只是需要你潘爷去江南一趟，把人安全的送到湘安来。啊，江南？嗯。我记得沈府那位与你争夫人之位的云雀，也是来自江南的吧？你莫不是吃醋了，想要……啊，拜托。潘大才子、潘爷、潘池，这个梦只有你可以帮我，拜托拜托了。倒也不是什么大事，不过呀，就是废点腿。这你放心，你回来之后呢，我必定请你吃一顿大餐，再请你喝上上等的好酒。而且，我看出来了，你可不是普通的行商，我肯定不会暴露你惹麻烦的。你在威胁我？当然不是，我怎么敢呢？毕竟我们可是互帮互助的好友呢。哼，只是好友。你说什么？没什么，那我就等你请客了。哦，对了，这个你带着，顺路。这是什么？这是当年陈火娥行凶杀的人。你这……这些华胥的名字吧，案发地都在香安城附近或者临近，有几个你此行路过，就顺便去打探一下死者情况。想蹭你顿饭，可真是太不容易了。对了，这玩意儿你拿着吧，是我新淘来的。给我把扇子做什么？有什么玄机吗？你可当心点啊，这是有机关的。这扇柄是空的，里面可以装下粉末，只要轻轻那么一撒，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将粉末撒出去。扇柄是空的，这是下毒用的？倒也不是这么说，所谓神机暗器，那得具体看什么人，具体怎么用。这么稀奇的玩意儿，你给我？你不会是？不会是打算强买强卖吧？那你先拿着吧，要是觉得好用的话，再给我钱也不迟。
那把还是强买强卖。这里面有毒吗？倒也不会要人命，不过想放倒一头牛，倒还是很轻松的。哎，都听说了吗？这锦绣坊废墟又现神迹了！真的啊！成群的飞蛾扑墙，尸血成字。这飞虫都在为锦绣坊的旧案喊冤呐！重生火蛾这么邪乎，要找那真凶复仇了！锦绣坊的事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怎么突然会这样啊？你们没听说吗？又有人因为锦绣坊的事儿掉脑袋了。这事闹得百姓不安呐！可别找上我来！这案肯定是冤案，当年惨死的人太多，得不到昭许，所以才留恋世间。这冤魂不会随便找人偿命吧？啊，我们可都是无辜的呀！听说只有将此案重启，还死者公道，这些冤魂才能安心离去啊！你怎么不吃？你再不吃面该坨了。这么晚回来，肯定是外面吃过了吧？当然，再苦再累，我也不能饿着我的肚子。我这几天可是干了好多事情，可累坏我了。吃啊！我告诉你，我夜探锦绣坊，果然看到了疑似鬼火飘在这个空中，总是有个什么飘来飘去，但是我又看不清楚。哦，这个应该就是百姓口中说的那个什么鬼影。我回来的路上就看见挨着锦绣坊街道的每一家每一户都在门口上挂了这个火鹅玉。一个人夜探，不觉得瘆人吗？那些都是假的，想想应该就是那个什么死而复生的陈火鹅搞出的名堂。但是鬼火嘛，我倒是经常在夏日的墓地里看到。我师父曾经跟我说过，那个是尸体腐坏后出现了某种无法察觉的东西，在干燥的空气中被点燃了而已。鬼影的手法应该类似吧？就是一种行动很快的黑色鸟兽的影子罢了。果然，你都知道，你是不是故意的？锦绣坊那边本来应该由内卫府的侍卫把守才是，可是今日下午飞蛾扑墙显现出所谓神迹的时候，侍卫却没有驱赶百姓，警铃明明在周围，却只是远远地盯着。所以呢？内卫府要查的事情繁多，季方明已经归案了，没必要管那些了。难道不是你在等吗？等什么？等一阵可以助锦绣坊案重启的风来。出去了一趟，身上倒是多了个物件。哎，你小心一点，你别乱动，你别动。这么紧张？谁给你的？我这扇子的银子还没结呢，你别弄坏了。是吗？你最近怎么老是莫名其妙的？有吗？有。以后若是我没有做好药膳的话，你要按时吃饭，不许饿肚子。还有，你不许突然说一些什么莫名其妙的话，然后又摆出一副吓人的姿势，然后你不许突然就。突然叫什么？
就是突然。不许浪费粮食。哦，不许就不许。但是以后啊，像夜探锦绣坊这么危险的事情，不许再做了。幸好今夜有我安排的人在周围守着，要不然真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怎么回事？头好晕啊！不是吧，潘芷，我这次算是被你害惨了。言行，放倒一头牛。长夜未央，月色已去窗，你眼中闪着星光，一触碰，心慌如烛影，摇了如风。越在意的越深深隐藏，夜路泛黄，思念又牵挂。便宜都让你给占了。指尖风中拥抱来的猝不及防，想和你对影成双，想把你留在我身旁，穿过了飓风骤雨的阻挡，想要做你的月光，陪你到每一个天亮。我多想就这样忘了时光的漫长，想和你对影成双，想和你两两不相忘。云和海总有交汇的地方，想陪你地久天长，用青丝到白发苍苍。这一生只把你放在我心上。不许！不许！想和你对影成双，把你留在我身旁，穿过这的漫想和你对影成双，想把你留在我身旁，穿过了飓风骤雨的阻挡，想要做你的月光，陪你到每一个天亮。我多想就这样忘了时光的漫长，想和你对影成双。看来这把扇子得给银子了。想陪你地久天长，任心思到白发苍苍。这一生只把你放在我心
让夫人尽情睡，不用叫醒她。是。好一个季方明啊！无人臣之礼，已是大不敬了。他还胆敢利用锦绣坊旧案，诽谤诬陷贤王和英王，真是罪该万死。禀太皇太后，季方明作恶多端，死不足惜，但此案背后仍有他人教唆，利用季方明的执念，散播恐怖。何人所为？正是5年前被捕自枪的连环凶杀案的凶手陈火娥。什么？一个死了的人，还能在香安城掀起一番风雨？哀家记得，当年此案是来罗之你亲手查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回太皇太后，当年陈火娥一案闹得人心惶惶，所以微臣在抓到陈火娥后，便当众公开处刑。当时半个香安城的围观百姓可都看到陈火娥当众自枪了，众目睽睽之下，尸首也被扔下了乱葬岗。只是什么？只是陈火娥曾当众说出会死而复生的疯言。那你的意思是，他真是死而复生了？近来，坊间的确有传言陈火娥现身，更是有一批追随者确信此人就是5年前被捕自枪的那个陈火娥。但微臣以为，不过是有心之人借此生事，蛊惑人心。众爱卿，陈火娥伪造神迹，引起百姓怀疑锦绣坊旧案有冤。内卫府呈报，陈火娥和锦绣坊2桩旧案并案重新审理，诸位有何见解啊？太皇太后爱民如子，如今沈大阁领有意重新受理此案，臣觉得并无不妥。来爱卿，你有什么特殊见解啊？微臣以为，锦绣坊旧案突然被翻出，恐存内情。但旧案是否会搅了香安城的安宁，微臣不敢妄言。太皇太后，臣才将之前的卷宗翻出，仔细查看后就发现仍有疑点未解。太皇太后向来体察民情，爱恤民命，臣知此事困窘，但不如实禀报。太皇太后，儿臣认为沈阁领所言有理，若能查清此事，给百姓带来踏实安乐，定是母后所愿。此举也能将母后解民困、纾民忧之心，让全天下百姓皆知。好一个解民之忧啊！沈爱卿，哀家就将此案全权托付给你，你一定要彻查清楚。臣领命，定不负太皇太后所望，早日将凶手捉拿归案。你对沈大阁领重查此案一事有何看法呀？当年的事情闹得人心惶惶。对呀，要不然这家伙尘封了。臣告退。殿下从来不过多的干预朝政，此次未免让别人注意到了。老师，本王此次没想那么多，只想看看沈度此人会如何查办此事。当年汝宁长公主因锦绣坊被涉案问罪，就有声音怀疑是与长公主不睦的英王所为。此次旧案重查，若真查出真相与英王有瓜葛，那对我们说是天大的好事，正好借他们的手帮助殿下铲除异己。老师多虑了，本王只是想查清当年的真相而已。沈大阁领为锦绣坊申冤成功，真凶伏法，真是大快人心。沉冤得雪，真的是太好了。这沈府夫人以后可就是我的了，你还在这里做什么？不好了，大阁领非要重审旧案，惹太皇太后不悦，沈府上下今日满门抄斩。沈都并没有忤逆太皇太后啊。柳娘，你不是对真相有着迫切的期待吗？竟然对沈度产生了恻隐之心。我没有，这不公平。哪有什么公平可言？想我学富五车，
却因出身寒门而无法考取功名真相，还是保沈都平安无事，只能选一个。我不选，我选不了。你快点给我搬出去！夫人，快救救大哥领吧，想想办法。娘，赶紧选一个吧。以后这儿都是我的了。夫人，我们这样到被杀头了。夫人，不想知道真相了吗？你还愣着干什么？我以后都不需要再跟你抢了。夫人，沈都，放倒你到底在说什么？一头牛。什么放倒一头？夫人可算醒了，大格林有事找您商量，已经在书房等候多时了。小何，现在什么时辰了？夫人这一觉已睡到了酉时，太阳就快落山了。难不成真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这儿。听说你有事找我。是。有事发生？这些是锦绣坊一案的卷宗，我整理出来，以后看的时候能方便些。什么意思啊？太皇太后已经答应将此案重审。真的？你觉得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那你害我白白……担心这么久，我还以为会……是担心我会独善其身，草草结案，还是担心我将此事上报，引太皇太后不满？这两者有差别吗？有。你是哪种？怎么睡醒之后还要做选择呀？不选。所以呢，你是怎么想的？我能怎么想？我觉得你挺正直的，这才是身居要职应该做的事情嘛。除了这个，就没有别的什么想说的了？说什么？我又说错话了？没有。莫名其妙。听说大格岭在朝堂上舌战群儒，毫不畏惧，一番慷慨激昂的热血之言，令得太皇太后答应重审锦绣方案。想来一定有你在背后出谋划策，功劳不小啊！我哪有什么功劳啊，倒是中了潘池的迷药，自己把自己给撂倒了。
醒来之后我就听到这个消息了。你不会是办案给自己办傻了吧？哎呀，真是太可惜了，只是听说，没能一睹大格岭的一番威风。他，倒是一天到晚冲我耍不少威风。身在福中不知福，人大格岭身居要职，有威名在外，主要是还长得好看。整天都冷着一张脸，难看死了。景林，大格岭，我难看吗？啊？云雀姑娘，我有事跟你说。我劝你现在最好不要去招惹大格岭为好。多管闲事！你就不想想大格岭他为何被人称为白无常？我和外人可不一样。方才大格岭可是连脸色都变了，你如果还是不依不饶，万一他一个生气把你脑袋给拧下来，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吓唬谁呢？哼！你若不信，你就去试试。我就是好奇锦绣坊的案子嘛。景林大哥，你经常和大格岭一起办案，这季方明审也审过了。可是锦绣坊的事情，当年的始作俑者到底是谁？你肯定知道点内幕，对吧？我不知道啊。你肯定知道，你跟我说说呗。哎，那我问你啊，你家与锦绣坊的孔仙荣到底是何交情？能让你如此卖命来为他翻案？我说了你也不明白。你不说清楚，别人怎么会明白？什么意思？你家当年和锦绣坊多有来往，却不曾受到波及，为何？你现在是在盘问我吗？难不成你怀疑我家里人？我……听说数百只飞蛾就那么有了亡亡，别提多吓人了。听说是从锦绣坊那边飞过去的，都说是冤死的亡魂在哭诉，在讨命啊！鹰王难道就是导致锦绣坊血案的幕后之人？他当年可是跟汝宁长公主关系不对付。姑母，锦绣坊一案，母后答应重新审理，你心中多年的冤屈，总算可以得到平反了。旧案可以平反，可枉死的人，终究是回不来了。姑母心中还是恨。我今天能够开门见你，便是将前尘往事都放下了。逝者已逝，活着的人还需好好活下去。现在外面都在传，说当年锦绣坊冤案是我陷害的，姑母的驸马是我害死的。难道你没有什么想要问我的？所以呢？不是我做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心又乱了？那股无形的力量又出现了，是冲着皇室来的，想要把我们搅得鸡犬不宁。我不是第一个
你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知其无可奈何，不如安之若命。我才不会认命。锦绣坊的冤案也好，陈火娥的悬案也罢，内卫府、御茶司、大理寺刑部都在想着法子破案，定要叫那真相重见天日。红尘多纷扰，但求自心清明。难不成姑母想在这名胜观待一辈子？世间之事不过尔尔，这里倒是落个清静。罢了，是我自讨没趣了，还是跟从前一样。我看不惯这清高，你嫌我一身浮靡。听闻贤王来的时候，姑母曾为他卜上一卦，今日可否为我求上一支签？我在这里修行，不过区几年，道行不深，对解签也不大灵通。若无其他事情，还是早回吧。这是下逐客令啊，我实去。相逢已是上签，何须多虑生念？殿下，沈度，殿下夜访名胜观，是否在为陈火娥和锦绣坊的事担心？怎么？难不成连你都要怀疑我，想要找我问话？殿下误会了，臣有一计，可以让殿下免受不白之冤。来，抬进来，抬进来，神这放这儿啊。郎君，郎君，爹，秋儿，你们怎么来了？是这位，少侠，正往人绑。是一路护送过来的。护送。你是怎么做到的？反正人是给你带到了。他还说，秋儿要和沈度、沈大阁领办喜事。大阁领，你若有此心，先跟我说一声就是了，何必搞这惊喜？银杏，这件事你来办。伯父伯母一路风尘仆仆来到香安，想必路上都没有好好休息过吧？不如我们先休息一下，这事儿回头再聊，再做打算。两位，上厅里休息吧。你就是这么请人的？你也没说人要怎么弄了，更何况他们也不配合呀。再说了，这样过来最安全。对了，我还查到一件事，你应该感兴趣。沈大阁领请。云雀不在，我们就开门见山了。伯父伯母，此次请二位来到香安，并非是为了云雀的婚事。沈大阁领收留云雀在府内，从未有过想要迎娶她的意思。当年锦绣坊的事，还希望这一次，二位可以如实相告。
格岭夫人，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明白。你们来香安这一路可不太平，那些杀手不用我提，你们应该也有所耳闻。事到如今，你们再隐瞒下去，恐怕沈大格岭也无法一直护你们周全。此话不虚，我沈府的确没有必要庇护无关紧要的人。夫君，既然他们不愿意多说，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再浪费时间了。听闻锦绣坊附近最近总有冤魂出没，妾身胆子小，也不愿再多惹事端。不如我们就将他们的行李收拾一下，趁着天黑请出沈府，是生是死，也就随他们去吧。也好。等等。雀儿是无辜的。云伯父，我们也不愿看你们陷入险境，可如今有人用锦绣坊旧案再生事端，就算你隐瞒所知，那始作俑者当真会护你们周全吗？是我们对不住锦绣坊，是我们对不住孔老板，但是我们也是迫于无奈。如果我们要是多管闲事的话，那我们云氏一族都活不成了呀。当年查看凭据，确实发现有异常，想着赶紧联系孔老板，可当夜就受人威胁，要我们闭嘴，不然云雀就会没命。所以我们不得不遵守约定，不敢替锦绣坊发声。而且这么多年了，威胁我们的人一直没有中断监视。既然如此，证据最后为什么会到云雀手里？而且他还是一个人，安然无恙来到香安深渊。是那个人要我们这么做的，我们也是想不明白，为何突然这样要求，但又不得不照做，只能演了一出戏，让雀儿得知一二。以他的性子，肯定会拿了那些单据来状告的呀。那个威胁你们的人到底是谁？是陈火娥。长乐曲由特仑苏冠名播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雀儿，所以你们早就知道孔伯父一家是被冤枉的，为了自保，你们明知道有隐情，却不顾锦绣坊那么多人的冤屈。雀儿，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我和你娘不能也不敢用你的命和整个云氏的命去搏呀。爹，娘，那我们云家和帮凶有什么不同？是我和你爹贪生怕死，要是有什么报应的话，就报在我们身上吧。雀儿，沈大哥烈和沈夫人也知道你与此事无关，只要待在沈府，你就不会有危险。求沈大哥烈开恩。爹，娘，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我都会和你们一起面对。倩儿。所以，到底是真相重要，还是身边人的安危更重要呢？没想到，又是陈火娥。所以他不是最近才复活，而是一直都没死。5年多的时间，不论陈火娥在筹谋些什么，一定是觉得时机成熟了，
所以才会利用所有能证明他复活的人证物证出现。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死而复生的造神之举，甚至是锦绣方案的重查。当年的锦绣方案，汝宁长公主府被牵连，如今重审，利用飞蛾引导百姓，让人觉得鹰王就是当年的始作俑者。那么就是再让皇室最受宠的鹰王殿下被怀疑、被猜忌，甚至是入罪。如果我们想要查清楚锦绣坊旧案，势必就要牵扯到汝宁长公主、鹰王、贤王，甚至是张相和来罗之这样的重臣之间的往来。从受益方来看，的确也很难不去怀疑幕后之人与鹰王有关。陈火娥的造神之举，更是引导着无辜百姓去确信，鹰王就是那个需要受到惩戒之人。怎么了？我现在才算是真的明白，提出旧案重审，需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和压力。鹰王如果被牵连，又会牵扯出朝中多少势力？哦，对了，潘池这次回来还提了一件事，他说鹰王殿下在府上置办家宴，发来请帖，邀您前往。想不到都这种时候了，鹰王殿下还有心情办家宴呢。想不到来得这么快。既然你好奇，便陪我一同前往吧。哦，貌似没有看到其他女眷陪同，那就正好借此机会，打破一下坊间夫妻不睦的流言。此言有理。那就干脆让他们都看个清楚。大哥领。鹰王殿下为何会听取你的建议办这场家宴啊？以他的性子，断然不会对流言放任不管，肯定是先发制人，瓮中捉鳖。你就那么确定陈火娥会采取行动？陈火想吸纳更多的信徒，得要不断制造神迹，而惩罚当年锦绣方案的实犯，便是他表现自己和俘获人心的最好机会。你素来远离党派之争，今日赴宴，就不怕外人觉得你是投靠了鹰王殿下？世人口中的白无常，是在意这些的人吗？夫人冰雪聪明，一会儿要是陈火娥出现，有何打算？见机行事。嘉安郡主到。参见嘉安郡主，嘉安郡主万安。参见母亲大人，母亲万安。快过来。今日是家宴，诸位不必过多礼仪，自在些便是。快坐下吧。嘉安郡主人中龙凤，气宇非凡，正如传说一般，仪态万方呀。
郡主不愧是英王之女，今日得见，荣幸万分呐。家安自幼体弱，从小便长在京郊园林，与我这母亲也是聚少离多。前不久，她刚刚及笄，便被母后召回京城。今日这宴席呀，便是为了她接风洗尘。听闻太皇太后亲自为嘉安郡主张罗赐婚一事，殿下定会得婿如龙啊！我倒是希望她能在我身边多办些时日才好。可是有什么发现？回眸一笑胜星华，当真是好年华呀！瞧瞧，这莺歌燕舞的，还真是令人悦目于心啊！当心乐极生悲。可千万别出什么乱子。费尽心思准备的节目，不亲自看一眼再走。哼，居然被你发现了！雕虫小技，也想瞒天过海。既然你能控制得了蛾子，那它自然也会带我来找到你这个主人。算你聪明，不过凭你一个人，就想拦住我的去路？足矣。不知好歹的家伙！那今日也让你来一个有去无回。不与我结盟，你将如蹈水火，有去无回。当年沈府的冤案，可与你有关？你的父亲不过是一只蝼蚁，即便是死了也无人在意。不如你信了我，求我来复活他如何？巧言令色，一派胡言！陷害你父亲的人就在你身边，而你认贼作父，助纣为虐，慎妒啊慎妒！你的父亲死不瞑目啊！找死！死而复生的人，难道也会流血？我从不相信这个世上会有死而复生之人。
杀了我，可就又少了一个知晓当年神府冤案的人。六娘，小心！六娘，沈都，你没事吧？我知道了，陈火死而复生的关键。走。殿下，郡主受了些惊吓，已经服下安神丸歇息了。好。禀英王殿下，行凶者已抓到。你们大阁领果然说到做到。是谁指派你来的？没有人。把他拖出去，打到他说为止。是。你们今日也都看到了，什么火峨门，什么神迹无边，不过是一群愚弄百姓、欺瞒世人的江湖骗子罢了。以后，要是有人再假借陈火峨之名散布谣言，下场便是如此。是。怎么这么不小心？是沈都，还有严杏，是他们坏了我的好事。今日之后，怕是再难有机会接近英王府了。为主人铲除异己，我在所不辞。算了，想要扳倒英王，也并非一朝之事。你中了沈度的计，他要的就是你出手。只要你无法如预言那般惩戒英王，便会被他们利用，失去门徒和百姓的信任。不，我不会让沈都得逞的。谋反火峨之人，必须都得死。很好，那就再去展示你重生的神迹吧。别乱动。下次再遇到陈火峨，一定不会让他再逃了。还想有下一次？如今他已没有了什么不死的秘密，以你的身手拿下他，肯定很简单。所以。是贪吃来的消息，说火纹门曾经杀害的人里面，有一位老神医，曾提及自己医治过一个武丧一位的人。仅凭这一句话，你就推测出陈火娥的心脏与常人不同，不在左边，
之前还不太有把握，直到纠缠过程中，我确定了，他的心跳在右边。大哥领，进来吧。盯着火儿门教徒的侍卫来吧，有异动。什么情况？今早神火蛾分别出现在了城东、城西、城南、城北等地方，宣称火蛾门神通广大，不但能将人起死回生，还能分化出诸多分身。一时间，西安城的百姓家中都供上了各式各样的火蛾。看来这个火蛾门的野心不止在门派之中。通知下去，全城搜捕陈火蛾。是。看好夫人，别让她再到处乱跑了。是。放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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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押入大牢。是。大哥领，不好了！大哥领，夫人不见了！不见了！神府外，火蛾门这些暴徒伤人捣乱，救人要紧，开门！大哥领临走时吩咐了，在他回来之前，神府的大门绝对不能开。如果今日有百姓在大格林府大门外遭遇了不测，那便是陷大哥领于不仁不义，日后这府门才怕是真的打不开。开门，救人！我和夫人去救人，没想到中了他们的埋伏，这一转眼，夫人就没了踪影了。去找，走。飞蛾扑火，朝生暮死，不入轮回，不死轮回，不死轮回，不入轮回，不死轮回，不入轮回，不死轮回。飞蛾扑火，朝生暮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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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蛾扑火，朝生暮死。飞蛾扑火，朝生暮死。沈度，你杀不死我的，放弃吧。区区一个镜像人也敢冒充不死，真是个笑话。沈度，那今日就拼个你死我活。六娘，
魔头，沈渡，沈渡。沈渡，沈渡。沈渡，沈渡，你醒醒！沈渡，青灵，沈渡，沈渡，来人呐！快来人呐！沈渡，大哥领，夫人，沈渡，快带他回府！沈渡。